大家好，我是微庄主哈。那我刚刚做了一场直播，我把直播内容呢给大家录一个视频。这个直播呢主要是关于如何找到牛市的最强风格。那在讲最强风格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目前呢包括海外哈，有人就是说觉得你看在9月底政策出来之后，然后 A 股出现了一个闪电牛，后来为什么大幅度下跌呢？是因为就是后期公布的一些政策好像是并没有期待的那么强烈。那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这个股市跟消费之间的关系哈。在美国这边呢的数据呢，就是说因为居民的手里的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股票当中的，那么就会发现股市的波动呢跟居民的消费倾向相关度非常高。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股市里挣到钱了，那大家也会更愿意去消费，对吧？那么美国的股市大家知道它的波动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基本上就是一个长牛慢牛，所以在里面挣钱呢是相对来说更容易的，它不像那种波动率特别高哈，疯牛的话其实呢挣钱反而更难。那我们看呢，咱们中国2015年，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一次疯牛，就是成长风格跑得很快的那一次哈？那一次的历史数据呢，我们看到其实呢相对来说资产比较高的人他是赚了钱的，是有收益率的哈。那么所谓的只有资产比较低的人反而是亏钱哈。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对市场的认知是有区别的。那再一个就是这种人毕竟还是少数哈，那大部分的人还是在这个方向上。那我们讲说呢，其实呢对消费影响最高的呢还是这一部分人，好，因为他们才是对收入比较敏感，对资产比较敏感的，对吧？那有钱人呢本身他就有足够的钱去消费，他再赚多一点对他的消费倾向影响并不那么高。所以说要增加消费，最重要的还是让这些人的收入变高。但是我们从历史数据看呢，其实呢在疯牛的时候反而是这一部分人他会产生亏损，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操作嘛，对吧？他信息来的也比较慢，他对这方面关注也比有钱人关注的更少，所以他入场更晚，对吧？假如呢，我们想象你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你想促进经济，你想促进消费，你想通过股市来传达的话，你会希望走一个什么样的牛市呢？是不是会相对更稳定一些，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在对市场判断的时候呢，也不要光听就是别人讲说我们对这个政策觉得还没有力度啊，什么就是没有想象的怎样，没有必要哈。我们还是要更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好，那么其实呢，知道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个基调，我们也就知道，就是其实强刺激、快刺激、疯牛、闪电牛这样的行情在之后呢出现的概率会比较低哈。我觉得就在这一轮当中，至少在这一轮当中出现的概率会相对来说还是就是说比较低。那我们呢对市场呢还是要积极看待好，但是呢也不要着急哈，把控好节奏。好，那我们看呢是万德全 A 的 K 线哈。那么我们之前呢包括就在这一根线下来的时候，我也有在组团当中加播哈。那我们讲呢说就是说这样快速上涨之后呢，需要一个时间来去稳固，所以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最后向上突破。好，有可能。那朋友可能会紧张，会不会下来哈？那就看你的策略了。那这里我们就不多讲，因为前面有讲过。那有朋友呢在组团当中问我说，短期的高点还有多久？那以前买了创业板，现在想把它变成行业方向的。那同时呢也还有人问说，我现在手里持有，比如说持有5只基金哈，然后其中3只呢随着市场的上行就涨得比较好，涨得非常好，但是另外2只呢就涨得一般，然后呢他就会很迟疑，要不要把这2个转到这3个当中，是不是选错方向了？好，我相信就以我的服务大家的经验这么多年，每一次牛市大家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这2个是不是应该转过来，对吧？
那我也在圈子当中呢，其实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你们投的不同的方向，它相关度是一起同涨好，还是相关度稍微低一点会比较好？那在这里我也告诉大家答案，相对低比较好，因为市场会轮动。好，那我们看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哈？我们之前有聊过，说牛市呢分3步走，第一步呢就是鸡犬升天的时候，就所有的行业都是往上走，相互之间差别也不会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持有宽基指数，比如说像沪深300啊，就是这种典型的指数，其实即使跟涨得最好的行业相差也不会特别多。好，在这个第一阶段，只要你仓位在，方向其实对你影响并不大。然后之后呢，就会有一定的回调，对吧？然后下一轮的上涨，在这后面上涨的时候，行业就非常重要了。选对了方向，要比宽基指数跑赢非常多。那我们看一下哈，就是说去复盘一下离我们最近的一次牛市，就是2021年的新能源啊。我们会发现，在那一轮牛市刚开始的前几个月呢，其实你看新能源跑得还可以，是吧？但新能源相对于这个粉色的线是新能源相对于万德全 A 哈，然后绿色的线是新能源相对于券商、非银金融，我们会发现前期都是跑输的，看到吗？全是往下走。什么意思？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新能源并不是主线，在开始的前几个月，在市场牛市前几个月，跟这一轮整体市场的一个主线来讲，前面不一定可以看得出来谁是主线。好，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在后面，这个红线也好，还是绿线也好，它相对市场也好，还是相对券商也好，都是直线上升，大幅度上升，大幅度跑赢了。这是后来大家用后视镜往后看，已经辨别出来它是主线了。可是，在前期它是跑输的，没有人看到。好，所以我们讲说，在券商或者蓝筹引领的牛市，它一般会走在牛市的前期，对吧？就是蓝筹会走在牛市的前期。那在这个前期，一般情况下是由券商跟蓝筹引领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并不一定可以看到这一轮市场的主要的主线是在哪里的哈。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呢，我给大家准备的是2015年的那一次哈。2015年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3阶段，第一个阶段涨了快半年吧，然后巩固，然后后面又上行，对吧？然后我们会发现前面这几个月，你看，我们知道那一轮2015年是疯牛，主要走的是计算机。你看计算机在前面吗？在前面这第一波就是牛市第一步的时候，在前面吗？没有，前面走的是商贸啊、农林牧渔啊、家用电器啊，这些完全没有计算机的影子，对吗？所以我们这又是一个案例，就是说牛市初期跟它这一轮真正的主线不一定可以看到后面真正的主线，它可能就换了，明白吗？所以你手里这个时候涨得好的方向，在真正牛市后面是不一定的。好，我们看呢，包括我们看这个新能源的走势，其实如果你回去看市场的走势，新能源其实在后面这个大幅度上涨的过程中，万德全 A 并不是特别好的，就是全部上行，其实它是这样子的，横着走的。好，那么特别好的方向呢，就戴维斯双击的方向呢，比如说像上一轮的新能源，它其实是不断的跑赢整体市场的，而整体市场是横着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震荡的。那我们看哈，我们来把过去所有的证券快涨期引领的牛市来对比一下哈。那我们看呢，过去如果从2009年开始看，证券快涨期一共有1轮、2轮、3轮、4轮、5轮，对吧？然后呢，我们把这几个时间段大概都是2个月、2个月、2个月、2个月，也有1个月的，然后总结一下他们什么跑得比较好。有2种分类方式，一种是风格，一种是板块。那风格呢，就是价值成长、大盘、小盘；板块呢，就是金融、周期、消费成长。我们看呢，在第一次证券快涨期那2个月呢，跑得最好的是什么？是大盘。但是之后1年的牛市呢，跑得最好的是小盘哈。那第2轮呢，那2个月呢，跑得最好的是价值，之后的牛市呢是跑的小盘。那第3次证券快涨期这2个月呢，跑得最好的是大盘，好，最后也是小盘。
然后第4个证券快场期跑的是成长，最后是成长。好，第5个也是成长跟成长，意思哈，大家琢磨琢磨。然后再看这个板块哈，板块呢，第一次跑的最好的是金融，那后面呢是消费，二次呢也是金融，后面呢是成长，第3次呢也是金融，第4次呢是成长，然后第5次是成长、成长、成长跟周期跟成长。啊，什么意思？成长呢，在前期呢不一定会跑得很好，可是只要成长在前期跑得好了，后期大概率也跑得好。而蓝筹呢，跟券商呢这些，一般是牛市的前面打头阵举旗子的那个人。那么在他举旗子出场之后呢，成长如果跟他一起出场，那这一轮成长也有可能大概率就是主线。如果他打着旗子出来了，可是成长没有出来，那后面就不一定，有可能是成长，也有可能是价值，听懂吗？所以其实这个在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没有找到更好的生活当中的例子帮助大家去理解哈。如果你们有更好的例子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也请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哈。本质上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呢，一个班级呢有32个学生，32个行业嘛，对吧？申万的32个一级行业，32个学生，那你是这个班级的老师，你现在想选他们出来演一出戏哈，那你肯定会选一些平时表现比较稳定的，比如说蓝筹跟券商先上台来表演。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你还不确定那些成长哈，平时比较调皮捣蛋的孩子能不能表演好，所以你彩排的时候你并没有让他上来，你在观察他现在是不是有很好的进步。那么有可能最后正式表演的时候，你临时通知他，我觉得你进步还不错，你可以上台了。也有可能就没有通知他，就没有他的事儿了，对吗？但是如果在彩排的时候呢，老师就已经觉得，哎，这些孩子确实是进步很大，可能在彩排的时候就把这些平时表现不稳定的孩子呢，但由于他成绩还不错，就给他拿上来。那么一旦在表演的时候，在前期彩排的时候就给他拿上来，后面真正在主演的时候他也会在台上，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是说，如果前期按理说应该是蓝筹表演的时候，成长也出台了，那么后面成长表现的机会就很大啊，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那我之前呢也讲过这个成长用套利 K 线来去描述哈，就是在这次牛市爆发的时候之前，我也讲过这一轮可能会走成长哈，原因是用套利 K 线来跟大家解释的哈，不懂的可以回去看一下。然后呢，同时呢，我还用了海外的案例来跟大家解释。那今天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跟大家解释。那么这个结论呢，就是无论牛市是什么风格呢，前期大盘价值就是好学生都会去上台，但是好学生上台之后，真正表演彩排的时候他上台，但真正表演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把后面的一些进步大的其他的孩子也放上来。那么这就是一个从风格上的一个结论哈。那我们说牛市初期的强势方向不一定是未来的主要方向，如果你能理解牛市3阶段的话，在这个阶段持有什么都行，在这个阶段必须要选准方向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调仓期，明白吗？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框架。那么目前我们可以说处在后半段哈，我并不认为这第一段已经走完了哈，因为时间太短了。这些内容呢，就是我公开直播跟大家讲的内容。那后面内容呢是组团专享内容，我会讲就是怎么去辨别本轮的主线的行业，还有我也会跟大家讲这个全球的资本流动哈，包括我也会讲到北证50怎么去分析它。欢迎大家有问题的话在评论区跟我讨论哈。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